你仔细观察观察，我今天有什么不同没？没什么不同。讨厌，你再看看嘛，仔细看看，啊。我再仔细看，你也没什么不一样，还是那么步步着调。哎，你人怎么这样啊？你心理失衡吧？看我开了一车，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吧？一直以来在我面前的骄傲感呀、自豪感呀、落差感呀，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吧？不是，这人乍富之后，是不是都你这样啊？我哪样我？你哪样？你恐怕别人不知道你有俩糟钱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其实你根本就不懂。对于我们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富人，或者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来说，甭管他开一破4轮或者骑一破2轮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呀，你就是缺怕了，才对那些身边的事物那么在意，你知道吗？你我才不是呢，我这是被财富浸泡的时间还有点短，没办法充分的把我的贵族气质给充分显现出来。懂呀你！我去，你等等我。这件衣服挺好看的啊！哦，哎，你快来啊！这包挺好看的，亲爱的，你快来呀！哎，那不是琳琳姐吗？啊，琳琳阿姨再给看看这一件，这一件很好看。呀！不是，这小亮亮怎么能在他这儿呢？谁是小亮亮啊？不是。他不是你哥的前啊？还是我哥暗？不是，我有点晕了，这事有点错综复杂了。问题严重了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怎么是你们两个？琳琳姐，那小孩谁呀？不用你管啊！哎，你们两个快闪！你看什么看呀？那什么，我突然间觉得就是感动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，你身上伟大的母性。给我闭嘴！开玩笑了。小亮亮，还认得叔叔吗？妈妈。妈妈。跟我说。你隐藏的够深啊！感情这些年，你背着我跟小孩都有了，还这么大了。丽丽姐，你对得起我哥吗？我哥对你可是一片痴心，竟然这么对他，你太过分了你！小丽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哥可早就分手了，而且我现在跟你和你哥没有一点关系，知不知道？江姐，你。敢为是个好女人，我金谷欣赏你，佩服你。你给我把嘴闭上！我算是明白了，什么叫做最毒妇人心，原来就是你这样的水性杨花的女人。亲爱的，我们走，别理他。哎，君姐，这事儿有点意思啊，回头咱俩再约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准备写了我那小说里，保证精彩。哎，再约啊，再聊，拜拜。两个小混蛋。来了，又来了，没来。怎么是你呀？啥？这么说，亮亮不是希诺亲生的孩子呀？哎呀，当然不是了呀！哎，你看看我啊，就知道我外甥的为人了。我们希诺别看他平常啊一副那个无所谓，好像没底线的样，其实啊他是最有底线、最有分寸的一个人。未婚生子这种事儿，我们家希诺那是绝对不会干的。这虽然不是他亲生的，是吧？可这件事让外人知道了，那也挺磕碜的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都什么时代了啊！您的思想还这么不飞升，您的思想要是再不进步，哎呀，那你就要被时代前进的车轮碾过去啦。我说这些话自然有我的道理，
啊，啥就撵过去了？撵就撵呗，只要撵不死，谁也把我留不了时代这边，我也自然要到那边去。嗨，其实啊，你的顾虑我懂啊。你看我们家希诺还单着，本来呢，一个未嫁，一个未娶，两个人又彼此有情有义，两个人凑到一起那是刚刚好。你说，就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孩子，哎呦，别说你呀，就是我看着他们两个，我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。其实实话跟你说，亮亮这孩子呀，老可爱了。可这是过日子呀，不是过家家呀。我就担心我姑娘的终身大事啊没弄好，我上那边去，我老头啊该怪我了。那你说我这个担心，没有什么不正常吧？谁说你不正常了呀？你的担心是必要的，但是不能犹豫呀。哎，要是你都止步不前，那你说这两个孩子的事儿，不就更没谱了吗？那你说咋办啊？你呀，听我好好给你分析一下啊。现在啊，其实吧是有点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。我们希诺虽然答应抚养这个孩子，但是不一定非得他本人带着那才是抚养啊。你想干啥呀？把他送出去？你敢？哎呀，你听我说完嘛。你说我们希诺哪能带孩子呀，对吧？再说你们家刘琳呢，她虽然呐心地善良，但是她也不能天天带着个孩子呀。所以说啊，亮亮跟着他们两个，那不会得到精心的照顾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我寻思寻思吧，你说的呀有点道理。可是你说亮亮不跟他们，跟谁呀？哎，不是有你、我还有我表姐吗？哎，咱们可是有爱心、有时间、有经验的三有人士啊！啊，哎，咱们三个谁也比他们两个人合适。哎呀妈呀，我咋就没想到呢？对呀，本来事情就没有那么复杂嘛。哎，说不定啊，还是好事多磨也。马溜说说。其实啊，这个亮亮，就是他们现在爱情之间的一点小插曲。他们彼此都喜欢这个孩子，但是彼此之间呢，又有那么一点小误会。但是这并不完全影响他们这个浪漫的一波三折的交响乐呀。只要他们彼此的你有情我有意，那么这个可爱的亮亮，它不单单是个小福星，还有可能是他们浪漫的爱情的助力器呢。那这事儿你整明白了啊？我整明白了。他俩整明白了吗？哎，这才需要你我联手啊！我们找个有利的机会，天时地利人和一凑齐，到时候你我再轻轻的推他们一下，哎，这就叫轻轻推一下，胜利一大步。真的？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呀！哎，你我出手，那还能不胜利吗？呐，我听你的。耶！其实他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灿灿叔也在呀。你们好像挺熟的。啊，当然啦，我。快让他走。什么？哎呀，这世界真奇妙。之前亮亮不是在我们家，哎，现在他不在你身边了。那你们先慢慢聊，我带亮亮回房间，我进去。好啊。哎，你先坐。拜。曼佑，亲，
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有一对父子从饭店里出来，见到一个男人走进奔驰车里，儿子就说：“开这种车的人肯定没文化。”父亲就说：“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没有奔驰。”我今天来，可不是来听你讲故事的。你没听懂这故事啊？那我告诉你吧，这个故事就是说，人越是炫耀什么，就是内心越缺少什么。这种炫耀呢，就是由内心的焦虑和不自信引起的，也是一种急于证明自己的表达方式。原来你捡了我洋洋不要的男人，日子也不好过啊。要是不好过的话，你的短信淑峰能让我看吗？要我说呢，既然都离婚了，就痛快利落点，别死乞白赖扒着我们家淑峰的房子。难道你还要独守空房，等着淑峰回心转意？你做了这么多，不是就想要这个吗？要是喜欢，拿去。牺牲了这么多，不要脸，不要自尊，也挺不容易的。你再说一遍，谁不要脸？要不是你不要脸，缠着淑峰闪婚，插足我们6年的感情，我跟他早就结婚了。哦，你还挺理直气壮的。6年的感情，连一张结婚证都换不来，还在这儿假扮狐狸精，装可怜，撒谎，你也太可悲了吧！你再说一遍。你想听是不是？好啊，我再说给你听啊。你就是抢别人老公的。你泼我！喂，你送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淑峰，你放开我！你要干嘛？淑峰，你再不来，我就要被他打死了。我好怕，淑峰。啊，没事。陈淑峰，你就是一个玩偶，你会一辈子被他牵着鼻子走。淑峰，洋洋，淑峰，你别走。陈淑峰，我如果再稀罕你，如果再为你伤心，再为你掉一滴眼泪，我就不是洋洋。你知道，我今天呢，是特地找你来的。我知道，灿灿叔，你是为了亮亮的事儿来的。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哎，别笑，严肃一点啊！难得你灿灿叔今天有这么认真的时候。我跟你说，亮亮已故的妈妈叫龙梦清，她是希诺初恋的情人。哎呀，却也是带给希诺创伤最重的女人。8年前，希诺刚刚学会打理公司的业务，在无锡，他邂逅了龙梦清，便陷入了一种热恋。可是他哪知道，这梦清是为了她的男友吸毒而需要资金，才刻意的接近他。我的表姐为了反对梦清和希诺，想尽了一切办法，
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当希诺知道真情的时候，开心陷入情网，不能自拔了。爱上一个女人，本来以为可以相依相偎地走到人生的终点，可是没想到，他这么爱的一个人，对他从头到尾都是欺骗和背叛。而挖出这事情的真相，残酷地摆在他面前的，恰恰是他最挚爱的妈妈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希诺心里最痛、最深的秘密呀！你没看出来吗？他表面上看起来，似乎是玩世不恭，衣食无忧的公子哥，其实他的内心里，把一切都自己扛起来。那灿灿说，他收养亮亮，是不是因为他心里面还爱着孟青？哎，丫头，这个事儿，应该你心里比我清楚啊。我怎么知道？哎，其实呢，希诺是个心地特别善良的孩子。他总觉得自己强大的可以把一切都扛起来。过去对玉敏是这样，现在对亮亮也是这样。灿灿叔，你还知道玉敏的事儿？丫头，你觉得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你灿灿叔不知道的吗？你太厉害了。哎呀，这世界上有一种人呐，表面上看着活得开开心心、大大咧咧、稀里糊涂的，其实啊，他的心里跟明镜似的清楚。哎，那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哎呀，缘分呐，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啊！好了，你灿灿叔的话今天就到此为止了，你自己好好的辛苦，拜。鞋带开了，当然不愿意跟你走了。哎，这卡里有25万，是刘玲还给你的。刘玲还我的？不是哥，你等会儿，我得用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分析一下啊，这里有破绽。这第一呢，这刘玲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？第二，他怎么不亲自给我的？行了，那你知道就好。那钱是我帮他还的，你以后就别再跟他提钱的事了。哦，明白了。你又明白什么了？装什么糊涂？我今天在大街上就看见刘玲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亮亮怎么会在他那儿？不是，你不用告诉我，你就跟我说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一起的？你是小说写多了，妄想症发作了吧？发什么作呀？人亮亮还喊刘玲喊妈了呢。我懒得跟你解释了，你把你丰富的想象力用你小说里去。哎，哥，等会儿，这么严肃的问题，你可别逃避啊！你是不是拿那个亮亮打击报复刘玲？什么意思啊？
还什么意思？这亮亮是你带回来的吧？这现在这身份还来路不明了，是不是？你说刘琳，人家一女的还是没出嫁，你把人亮亮放到他那儿，人家怎么看待？我会不知道吗？哎，伟哥，我还没分析完呢。琳琳，你终于下来了。你把这些拿回去吧。你送我这些花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觉得很无聊吗？如果我有任何地方令你不愉快，我道歉。但我只是希望你知道，我一直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。萧强，那些都已经过去了。没过去，在我的脑子里面，在我的心里面，我一直记得，你说希望你的男朋友送给你一满屋子的花。以前我没有能力，今天我做到，是迟了几年，但是我还记得。谢谢你帮我完成那个时候的梦想，可是现在我想告诉你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祝福我吧，好吗？Why not？ 琳琳，你这么漂亮，有男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还曾经担心过，你为了我会拒绝所有的男人呢。你知道就好，我现在工作不方便耽误那么久。你干什么呀？收下它，我就走。你又送我花，又送我礼物，你让别人怎么看我？你管其他人怎么看呢 ？Who care？ 我们俩的关系是我们之间的事情。你带上它，我就走了。带着它你就走了？嗯。那我就当是普通朋友，收了你的礼物。快带，带完快点走。快呀！快一点儿。带上了没有啊？好了没有啊？我自己带，我自己。你快走啊！快走，快走！花，走吧。老板，您交代事办妥了。他叫陆希诺，是陆氏地产的老总。老总，他很有钱吗？他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，业界对他评价很高。他算是上海地产的一匹黑马。自从他接手他母亲的公司以后，陆氏地产就渐渐成了行业内的领军人物。领军人物，黑马。我感觉琳琳不接受我，就是因为他。哥你，哥，听说你又去找琳琳姐了？我跟你说过，她已经有小孩了，肯定早就背叛你了。你懂什么？我相信琳琳。你相信她就不相信我啊？我可是亲眼所见，亲眼。我肯定你看见的那个小孩是跟琳琳无关的。怎么就无关啦？哥，就是他，那小孩就是他跟琳琳的。是吗？100%，就是他。这个是以你的智力水平推测出来的吧？当然啦。我看未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琳琳，她对我一心一意。
哥，你小心走火入魔啊你！你等着看。进来。陆总，这是郭汉成所有的宣传方案，您看一下。怎么？你还有事儿？你不会是想跟我解释有人追你的事儿吧？不用解释，这很正常。祝你幸福啊！还有，这2天麻烦你照顾亮亮，辛苦了，我会尽快把他接回来的。其实亮亮跟我在一起挺好的。玉敏，进来一下。陆总，什么事儿？今天晚上有安排吗？没有。下班以后，咱们一起吃饭吧。好啊。为了狗屁爱情，干杯！去，真他妈去！哪有爱情，都是狗屁，彻头彻尾的狗屁！我心里现在还有一点点，就这么一点点，存着有利息吗？你还是把你仅存的那一点点留给自己吧。等到哪一天，你把你那一点点给了你觉得对的不能再对的男人，就会怎么样？幸福会连本带利的还给我，就会连着青春一起打包倒贴进去，给一个一文不值的臭男人，允许他把脚放进去，耍完无赖之后再踹2脚。对，就跟我一样，失婚又失忆，然后你那个存着的、仅存的幸福，瞬间变成惊涛骇浪的痛苦，活活的把自己拍在追爱的沙滩上。你后悔了，你后悔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你说，我们怎么都活得那么假呀？怎么那么假？为什么受了伤之后还要自欺欺人的坚强啊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你看人其他的女孩，别管在别的男人面前，平时多么变形金刚，只要一看到自己喜欢的男人，马上就变得娇小可爱。可是为什么我们都已经千疮百孔了，还装着刀枪不入？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当初在发生那一点点爱情的冲动的时候，没有一手掐死。我也后悔了，可是我心里面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感情，怎么办呢？哼，说了半天，你还是在对你失去男人感到惋惜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世界上把男人派下来，就是跟我们阴阳协调的。我们美好的幸福生活跟他们没关系，真的。我好像
这懂了，可是我心里还没听懂，怎么办？简单，就给你的眼睛啪装一个红外扫描器，爱你的，真的心疼你的，放下，剩下的万万不可妄自菲薄，坚持底线很重要，你明白我意思？No， I know 我好像听明白了，可是我好像不太懂。我只知道我们两个必须要合起来，合起来。嘘，你不要告诉别人了。啊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懂。没星星啊？有啊，那儿。没有。你咋知道吗？你看天上所有的星星，其实都是我的泪水。真恶心！你诗歌恋怎么变成抒情范儿了？搞文艺青年是不是？我一直都是啊。我跟你不是一范儿，我是骂人范儿的，我要大大方方的骂人。好，等会儿啊。陈淑芳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没有担当，没有责任感，就应该被我杨洋甩！我告诉你，我恨你，也恨我自己。陆西诺，你给我听着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以为我真爱上你了？狗屁！你狗屁都不是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招惹我就没事儿了。陆西诺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别冷，快起来，臭男人！在干嘛？没干嘛。给我。什么？给我！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？啊，这么好看？丁娟，你一点都没有变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我，自始至终都没变，不像你，半途还去结个婚。你还讲那件事情，每天翻来倒去，没完没了的。再说，我为什么犹豫没跟你结婚？你想通了没？哼，好笑！陈淑凤，你搞清楚，你犯的错让我想原因，该反省的人是你吧？就是你这种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小毛病，所以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喘不过气来，你知道吗？杨洋从来不会这样。婚都离了，你还念念不忘他的好。既然他这么好，你干嘛跟他离婚啊？啊，他懂你，他尊重你，你干嘛要吃回头草啊？管不好自己，你还要来管我，你去死吧你！好啊，讲完了吗？开心了吗？大半夜的，我不想闹。你说不闹就不闹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你那个可人的前妻。陈淑凤，你搞清楚，对我好就是对你儿子好，
否则的话，我可不敢保证你儿子的健康哦。婷娟，你这什么话？你用我们的儿子来威胁我？威胁不威胁，要看你的表现。你，我跟你再说一遍，我的手机你不能碰。喂，西诺。别废话，你现在给我马上出门。现在几点了？什么事儿？来了再说。喂，西诺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那我还出去？我跟西诺出去有问题吗？陆西诺打来的不一定是陆西诺找你，是，说吧，是不是和洋洋有关？你干什么去啊？给我说清楚，你干什么去啊你？让西诺亲自跟你说清楚好不好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打给他，反正我跟你说什么你都觉得我是骗你的。打电话去问他，问完之后睡觉，不用等我。神经病！我们那么的爱他，永远得不到回答，得不到回答。越想他，越爱他，然后怎么来着？就在心里画一个叉，不是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我想尿尿，尿吧。我们这是回家了吗？我们已经到家躺下了，要喝水。臭男人！臭小鸡仔儿，你别拉我。你长得好像陆西诺，哎，皮肤还挺好，你到底是谁呀？陆西诺，你放开他！不玩了，回家。你到底是谁呀你放开我！你想占我便宜啊？放开我！你谁啊？你是不是陆西诺呀？你不是陆西诺。喂，你在刘琳身上装了 GPS 啊？这么远你也找得到？你都来晚了，前面有更精彩的，你都错过了。小鸡仔儿，我们是在飞吗？对呀，我们已经到天堂了。小白马，啪啪啪！我那是黑马，你跑快一点。刘大春，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一个男人对我说，背着我，就像背着整个世界。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谁啊？是陈树峰。他就用满嘴跑火车的甜言蜜语，把我的整个世界摧毁了。你就知足吧，至少还有人背过你呢。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不能跟别人说，从来都没有人背过我。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在幻想，如果有一天我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我们两个可以手拉着手走在街上，开心的时候他就把我背起来，然后还跟我唱歌呢。
个陆西诺那个大混蛋，不是啰里吧嗦的挑我毛病，就是千方百计的恶搞我。阿姨，哎，真是抱歉，让您担心了。还没事儿没事儿，啊，给你俩添麻烦了。你说这俩孩子太让人不省心啊！不，是让您不省心了。还有，今天我和淑峰送他们回来的事儿，就别跟他们说了。哎，你就是那个洋洋的那个。这才需要你我联手啊！我们找个有利的机会，天时地利人和一凑齐，到时候你我再轻轻地推他们一下。满腹心事，不想回家吧？你不是一样？西诺，有些坎儿，你不选择跨过去，就永远跨不过去了。我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机会，不想看着你的幸福也白白错失。刘林小姐您好，楼下有您的快递，请下来签收。人呢？怎么是你啊？不是送快递的吗？这是我的另一个电话号码，专门为你开通的早餐热线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早上想吃什么，打给我。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不可以啦。嘘嘛，打给我，以后别拒绝我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打扰你们了？说什么呢？我们又没干什么。不用解释了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是来接亮亮的。亮亮还在睡觉，还没起床呢。琳琳啊，既然人家那么想要回小朋友，你就还给人家喽。跟你没关系，你别胡说。你还真是着急啊！哦，我不着急，我是替我们家琳琳着急呀。好了，一大清早你们两个不够烦的是吧？都等我，都别走，我马上就回来。琳琳。
陆总，这位先生。你来干什么？谢谢。陆先生你好，之前我们碰过几次面，但是很遗憾，我都没有机会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。龙泉地产董事长，萧强。我对你的身份没有好奇心，有话快说吧。陆总，你真够爽快的。是，我今天的确是有些事情想和你谈清楚。如果是私事，那就不用了。一，我没时间；二，我也没兴趣。如果是公事呢，我们公司是需要预约的，预约处在外边。我看陆总不是没有时间，是没有心情吧？没有想到当初跟我看上同一条项链的人，竟然和我一样，爱上了同一个女人。不过可惜，项链用钱可以买到，但刘琳只有一个。你和我两个人之间有一个，必须得要退出。那真的很可惜啊。向来我喜欢的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如果碰巧我发现我买的礼物跟别人一样的话，那我的选择只有一个。那刘琳呢？我之所以扔掉，是因为我发现我买了跟人一样的礼物，实在是太有失水准了，完全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，还有品味。一直都听说陆总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，但是没有想到你的心也是如此的专一和坚持。那怎么办好呢？我们两个人的性格竟然这么像。怎么说？所以很简单，我不在的时候，承蒙你对刘琳的照顾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以后就请陆总你不用再为刘琳费心了。其实我的条件，陆总你心里很清楚。刘琳跟着我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陆总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想你应该会放手。你说完了？还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没想法的话，那是准备放弃了吧？放不放弃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无关。但刘琳跟我有关，那就是你的事情了，也不用告诉我。你的意思是？很简单，请你以后别再用这么可爱的方式出现在我眼前了。我很忙的，如果你听得懂，不送。那好，我先告辞了。陆总，有件事情我希望你知道，只要我萧强想要的东西，我都会坚持到底，慢慢来，因为最终我一定会得到。陆总，如果
这边啊，这。怎么样？哎呦，你吓着我！哎呀，灿烂爹，你果然是运筹帷幄啊！我相信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哎，你今天说的话我最爱听。您呀，他已经来了，就别愁眉苦脸的了，会让灿烂叔看见，以为你给人过生日多不情愿呢。听见没？快走。过个生日，干嘛一定要在家里啊？在哪儿过都是过，有的人要出现是必然会出现的。既然逃不过，亲爱的，你就要接受现实。走了。真是亲眼所见啊！是你煮成熟饭了吧？嘀咕什么呢？见不得人家两情相悦啊！你心里酸什么劲儿？我这不是刚受完伤吗？看到恩恩爱爱的，还不能心情低落一下？你就见不得人家高兴。哎，怎么都在这站着不进去啊？一个刚离婚的，带着一个刚失恋的，看你俩幸福，只能用眼神。行了，哎，我是不是应该算是你们半个媒人啊？还不给大家介绍一下？大家好，阿姨好，这位是陈鹏，关系不用介绍了吧？你们懂的。月月啊，你看你这一谈恋爱是吧，显得更水灵了。真的吗，阿姨？真的。林啊，你看见没有？要永葆青春就得谈恋爱，知道不？妈，说什么呢？阿姨，您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真是个好孩子，你看看，真懂礼貌，又帅气哈。哎，月月，将来你俩那孩子一定是老好看了。妈，少说两句，咱们先进去吧。啊，阿姨，咱进去啊。走。再姐姐。来了，我开门啊！来，哎呀，来了！阿姨好，阿姨好，你好，哎，林姐，哎，叔文哥签，不是，说，那林姐好姐们儿，会不会聊天啊？对不起了。著名主持人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陈鹏，不是你们俩，自由恋爱，哎，隐藏的够深的啊！哎，来里边请，阿姨，快里边请，阿姨，哎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快乐！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对吧？一起来，1、2、3。林姐，这么好一地儿，自己独享，你也不喊我一声。谁说的？我刚才还到处找你呢。咦，怎么的？想我了？想你了，都快想死了。
不是你这么突然的想我，我有点受宠若惊。哎，对了，把你写小说的事跟我说说吧，我可好奇了。哦，原来是有目的的想我呀。哎，不过，哎姐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神奇？是挺不可思议的，大学都没毕业，就能写小说。你看，以貌取人了不是？来，吃这个。我不想吃这个，你自己吃。你不是爱吃的吗？我爱吃，我也不想吃了，你吃吧，吃不下了。能吃你吃点别的，这个怎么样？吃这个。哎呀，哎，这希诺怎么回事？说好了让他早点回来，怎么到现在不露面？哎，你打电话了没有？不是打了，你这么重要的事，我能不打电话吗？可是他说他忙，一时回不来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再打一，你这么着，你先陪阿姨他们聊天，我跟姐聊天去啊。哎，姐，哎，你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你这着急忙慌的干啥去呀？我找希诺呀。啊，你说，这样子呀，搁主角，他少一个，那你说咱这当导演的，能不着急吗？是啊，你看人家挺费劲儿的，弄这生日宴会，就为给他们制造一机会，是吧？可是退一万步说，咱该做的都做了，是吧？剩下的呢，也就顺其自然了。哎，不行，我呀还到门口去看看希诺去。那你别着急啊！哎，来。你看这俩人甜蜜的，你能不能不这么腻啊？没良心的臭榴莲儿，见色忘义的臭素媛，都是一群没人性的，不搭理我，还叫我来干嘛？喂，哎，今儿我盼着您过生日，出去啊？洋洋，你是怎么了？老公不要你，朋友不理你。你怎么这么不招人待见啊？俗话说得好，人生何其苦。哼，来，喝一个，喝死算了。慢点。我要跟阿姨喝起来。行了，好了，回家了啊。看着点脚底下。放开我！哎呦！这酒你喝真没浪费啊！这样吧，大庆儿。让那个陈鹏开车先把他送到你们家去吧。只能这样了，谢谢你啊。我不去，我要回我家。回什么你家？我家不就是你家吗？你家是你家，我家是我家，我要回我自己的家。你放开我！鸡杆儿，我要走直路回家。小心啊！哎呦，你看看你，小心！不去啊！我要回我。你看你，放开我！不是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他们非说我喝多了，我不要他们送我回家。不是，那姐这么着吧，他要是不让你们送，那我送。那个我送你行吗？
小帅哥啊，我最喜欢小帅哥了。OK。喝多了还这么识货。那姐，把他扶上车吧，我送你。来，上车。慢点，刘大庆，你别送我啊！我不送你，谁跟你回去啊？我自己可以的。把包给我。拜拜。行不行啊？拜拜。哎，金国啊，你把他安全送到家啊。OK， 姐，我办事儿，你放心吧。你路上慢点开。OK。知道他心情不好，就不应该把他一个人晒在那儿。哎，行了，睡一觉起来，明天就没事了啊，放心吧。咱们也撤吧，先送玲玲他们回去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妈跟菜菜说呢。哟，有人来了。那咱也甭掺和了，陈鹏，撤吧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这是我家，我不回这我去哪呀？我找到我妈跟亮亮，我们就回去了。时间太晚了，我送你们吧。这找着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呢。妈，你们这是找什么呢？林呐，可急死妈了，亮亮丢了。这一转眼就不见了，也没找着啊！什么？亮亮丢了？亮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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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没有？哎呀！你看，都怨我，没看好亮亮。哎呀，你别着急，这事儿也不能怪你呀。你像咱们大家都没留神嘛。不过，我估计这一时半会儿，他应该不会走远啊。怎么办呀？亮亮平时一句话都不说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别着急，他可能跑小区外边去了，我到外面去找。妈，你们到小区里面找一找，问问保安跟邻居，我跟他到外面找。啊，好，你去吧。亮亮，咱们去保安室看看。走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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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啊，拜拜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这，不是你，那个，杨丽，干嘛？占我便宜是不是啊？不是我没占你便宜，你这大晚上你这不回，你报个灯杆，你这么着，要不我送你回去，然后我扭身就走，好吧？那不行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才不上你当。树峰哥呀，你真是罪孽深重啊！哎。心里难受。
你能跟我聊会儿天吗？聊天啊？行，我陪你聊会儿天。亮亮，我问一下，你们看没看见一个小男孩，大概这么高，3、4岁左右，手里抱个小熊？对不起，没有看着啊。没有吗？没有。谢谢啊。去哪里了？亮亮，亮亮！怎么了你？没事吧？啊？来，你别假装好心了好吗？要不是你故意要跟我保持距离，灿灿叔怎么会费尽心思一定要办个生日会？不办这个生日会，亮亮就不会走丢了。现在孩子都不见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是我太一厢情愿的忽视你的感受，是我太固执了。没事的，都会好好的。咱们去报警。喂，舅舅。天真如我，张开双手，以为撑得住未来。别让我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来了你。大晚上你这儿唱歌，你影响人休息，不文明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离婚了，抒发一点情感不行啊？你有没有一点良心啊？啊，行，那你那淡定点啊。淡定一个头！你要是离婚了，被人甩了，你能淡定得了吗？你？不是我没被人甩过，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被人甩了，基本上也能保持。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，纯爷们儿。男的，男的没一个好东西。不是你这打击面有点太广了吧？你看我把你送回来了吧，还坐这陪你聊天，听你倾诉，我基本上算是比较厚道的人。你真的愿意听我说话？嗯。哎，你说，我长得漂亮吗？哎，好看，基本上是符合我的审美。那我人好不好？可好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喜欢我？不是，哪有那么多人不喜欢你啊？大伙儿对你不都挺好的吗？骗人！觉得我好，那个王八蛋会跟我离婚，
要是觉得我好，你们刚才都不跟我说话。没人不跟你说话呀，我不，那个什么，我也没注意到，对不起啊。一听就是言不由衷。总共几个人啊？谁追不到谁呀？不是你别哭了行吗？我最看不得女人哭了，我这怜悯之心太强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我就是觉得委屈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好，上学、学习好，工作了，工作好。我以为工作好了，也能嫁的。傻了吧？乐极生悲了吧？结婚才多久啊，就被人给踹了。我没做什么坏事啊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？那什么，你这样我也可以理解的啊。你说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？那个什么，你自己一开始的这个设定就是错误的。你工作好了啊，干嘛要嫁得好啊？本来自己能让自己好的，你非要改变现状，是吧？那个你得记住一点，别人对你再好，你也不如自己对自己好。还有你这嫁得好的期待的本身那就是错的。你不是女人，你不会懂的。一个30岁的女人，她对婚姻的要求很高的。她希望有一个爱她的老公，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老公要疼她，要爱她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在她伤心的时候，给她一个肩膀，让她依靠。你干嘛你？不是你说那个想靠在肩膀上那个哭一会儿，我就配合你一下吗？我说的是我自己的老公。对不起。然后我喝多了，我想我老公了，然后我就250了，然后我就让你笑话我了。我神经病了，我只是觉得自己特别的不靠谱，我干嘛要这样？哎，没，不是你醒醒，完了吧，耗上了这玩意儿。小坏蛋，吓死妈妈！哎呀，真是虚惊一场。哎，你说谁能想到他在保安室待着呢？对呀，多亏琳琳的提醒啊。刘琳，今天就别走了吧。你说我不走，我就一定要留下来？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你说了算？你想把我推开就把我推开，你想让我留下来，我就一定要留下来。
你以为你跟我说一句对不起，我就一定会原谅你？那我说1句不行吗？我说10句够了吧？陆希诺，你为什么说话一定要跟我抬杠？你给我认真一点，会少颗药。你怎么知道我不认真呢？我的错误不止一个，我有很多个，所以你就留下来，耐心的听我的自我批评，行吗？什么自我批评啊？我看你就是自私自利的自大狂，仗着我现在对你有一点点好感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，不顾及我的感受，都冷冰冷，无情敷衍，简直一无是处，是吗？是。那你呢？你就没有忽远忽近，忽冷忽热的，让我猜你的心思？你就没有跟我抬杠？你就没有跟我作对过？对了，你还让人送花到公司，让人送早餐到你家楼下。那都是误会。但是我都喜欢，我喜欢的莫名其妙，我喜欢的无所适从，我喜欢的舍不得让你受到任何一点委屈，我喜欢的为了你好，我宁愿放手。那你为什么不一直放手到底？因为我舍不得，我舍不得再看你流泪，我舍不得再看你明明在我身边，却像隔着重重一幕。怎么，我没说错吧？你就是这么看着看着，就爱上我了吧？臭美。哎，你们家收拾的真干净啊，看上去井井有条的。那是，跟某人乱得像什么窝似的房，那是天壤之别。我们家乱怎么了？我们家乱，但是看着温馨，哪像你这儿？你看你的衣柜就是太整齐了，那些衣服反正都要穿，你收拾那么整齐干嘛呀？不嫌麻烦。还有，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儿，你的床头柜实在太单调了。在我家，我会放一些面膜，还有一些爽肤水，这样睡觉前可以敷敷面膜，还可以拍拍手，对皮肤好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还能放一些杂志跟书，睡觉前的记号，看书比较适合。看着我干嘛？我是在想，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，都打算在我房间里进行吗？是啊，要不然我说它干嘛？那你这是打算跟我求婚了？我怎么打算跟你求婚？没有吗？那我刚才怎么听见有人说要在我的床上做面膜，要在我的床上看书啊？
我是说，让你在你自己床上敷面膜，不是我在你床上，我在我床上。你，哎呀，不想跟你说了，你去睡觉吧。那你让我睡哪呢？我们家就4间房，金谷1间，舅舅1间，阿姨和亮亮1间，那剩下就剩我这1间了。我也不忍心让你去睡客厅的。你不忍心，我忍心。你睡客厅，你去。出去，走啊！出去。好了，榴莲小姐，如果你不好意思说，那我就帮你说吧。请问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我怎么睡这儿了？梦游了，好吗？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啊？装什么装啊？你这一宿把我折腾多像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昨儿喝断片了，有点记不清了。别废话，你赶紧告诉我景姐住哪个楼，让我上去好好休息休息。你得知道知恩图报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吧。哎呀，哦，怎么了？哦，有扭了。真的假的？什么真假的？你做这玩意儿能板凳，你试试，还靠个人，我动不了我。哦，那什么呀？你赶紧扶我一把，快点！哦，疼吗？疼吗？可疼了！你说我送你回来干什么？这一宿折腾我，哎呀！真不好意思，我昨儿真喝断片了，我现在头还疼呢。哎呀！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哎呀！烫啊！是挺烫的。疼啊！疼，这儿疼。都疼。哎呦，哎呀，哦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一大清早的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啊，我昨天没告诉你们吗？他们都留宿到那边了。我哥还打过来电话说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可是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是你照顾我啊。哎呀，集体留宿，榴莲这没良心。哎呦，那个，你请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他们有没有良心跟我没关系，我这良心可挺好的，是吧？哎呀，别恶心了。舒坦，没想到你的手法挺好的啊，我的腰渐渐的不疼了。哎呀，我爷爷啊，是个老中医，3岁的时候就教我推拿、针灸。原本是想让我接他班的，可是我拒绝了家里人对我的人生安排。不过现在看来还挺有用的。没想到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！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舒服。
哎呦！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这有点奇怪啊！昨天晚上喝酒你都不吐，你今天早上怎么就酒醉反应了？啊？没事吧？哎，服务员，这衣服多少钱呀？小姐你好，我们这里奢侈品专区，衣服都是很高档、很贵的。你要是喜欢看可以，别去摸，不然会影响我们的销售，好吗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问你这衣服多少钱，你跟我唧唧歪歪说什么呢？多少钱？2800。不就2800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好，我要了，不止这件，你们店里所有颜色一样给我来一件。这衣服一共5个颜色呢，而且你买多了我也不会给你打折。我问你要折扣了吗？不就5个颜色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止这5件，你们店里所有合适我的号码一样给我来一件。快去呀！听不懂中国话呢。哦，好，对不起，我现在马上给你找。快点啊，时间有限。小姐，请你再稍等一下，我给你尽快啊。有钱真好，专治这种狗眼看人。怎么样？在想我约你来这里的目的啊？放轻松，我呢也没有准备跟你兜圈子。我约你来这里，是想给你一次飞黄腾达的机会。机会？没错，一个你从来不敢奢望的机会。等沪6地块的项目完成之后，你来我公司工作吧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并没有想要跳槽的意向。真的没有？真的肯定没有？啊，如果是这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，居然愿意留在陆氏地产做一个区区的小主管。你不觉得太屈才了吗？那你的意思？这么说吧，我这个人呢比较惜才，只要你愿意来我的公司，不论是待遇还是职位，我都一定让你满意，并且1年以后，我还会分我公司的一部分股份给你。这么好的待遇，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找上我？你能够这么问，就说明你的脑子转得真的很快，够聪明。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。而且，我看得出你的野心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当然，一个这么好的机会，也肯定不会这么容易得到。我也要先看一下你的诚意。比如呢？比如，你答应来我公司跟我合作，那么，在沪6地块拍卖之前，你现在所有的工作都保持不变，只要你清楚的知道你在为谁卖命，替谁做事就行了。当然了，你还要帮我完成我想要做的事。你是想？哎呀，有些话听明白，就不必说出来。怎么样？不着急，不着急给我答复，慢慢考虑，好好考虑。别紧张，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巧克力，外表很普通，但里面的馅儿绝对是在中国吃不到的。虽然只是一份小小的礼物，但是我保证，只要你尝过之后，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拒绝我。陆总，这是花园3期的初步的策划案，您看一下，有什么地方做的不足，我再改。好的，知道了。这2天辛苦了。
哎，大妈，你还期望我说些什么呀？你这2天做企划案的时候，是不是想着我啊都会笑出声啊？是不是总是眼前会出现我帅帅的样子？你怎么还那么自恋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我们只谈公事儿，不准说私事儿。行，那就谈谈我们的公事。那天晚上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哎，别急着走嘛，又没说不让你考虑。那什么，你打开看看。礼物啊？最佳安慰奖。又来了，我不要。不是那个什么，我给你开个玩笑啊，我这回是绝对的诚心诚意的感谢你华佗在世，手到病除。我怎么觉得你在变相的拍马屁呀？说吧，有什么事求我的？拍什么马屁呢？我认真的啊，谢谢你帮我推拿。应该说谢谢的是我，那天我疯疯癫癫的，害你照顾我一晚上。这你就有点见外了啊！先别说我跟景儿姐的关系，就说我跟树，那个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树峰哥跟你离婚，的确是他错了。你放心，打今儿起，我见他一回，我数落他一回，我让他一定要感到内心深深的内疚。都别说了，那事儿都过去了，你也别瞎掺和了。OK， 那什么，那你快打开看吧。哎，那个，我觉得你应该深呼吸，因为惊喜太大，我怕你那小心脏受不了。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？炸弹啊？不是，我又不是拉灯，你快看吧。喜欢吗？扭住青春不放，作者金果。你这礼物够有内涵的呀！你看，这是我经过日日夜夜奋斗努力出来的结果，这是我的成名处女作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是第一个读者。这都是你写的？全是你写的？你注意啊，这里边每一个文字加上标点符号，什么逗号、句号、问号、感叹号，都是经过认真推敲和斟酌的。不是，你怎么这反应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最近老是觉得恶心。哎，这都这么多天了，你这宿醉的劲儿还没过去呢。好的差不多了，怎么样？够感动吧？你的顶头上司亲自帮你上药呢。可是你现在不是正处于追我的阶段吗？啊，我追你啊？那不知道某人为什么死乞白赖的还跟我求婚呢？谁跟你求婚了？是那个。玉敏，不用慌啊，该手足无措的人是我才对吧？玉敏，我们不想伤害你，但是也是时候该让你知道了。刘琳会是我现在还有未来所珍惜的幸福。我也希望你能解开你的心结，早日找到你的幸福。
西诺哥，何必呢？这事实我早就知道了，不是吗？玉敏，如果你愿意给我们祝福，不会，永远不会。明明就是我在写，明明就是我默默等了那么多年，最后为什么是你啊？是你抢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没事儿，玉敏一直比较孩子气，相信过些时候，她一定能接受的。爷爷，这是我的决心，那你的呢？喂，金谷，洋洋，洋洋，怎么了？啊？金谷给我打电话说你生病了，他至于吗？我真没什么事儿。什么没事啊？你看你这小脸白的。我给你打个电话，约一个跟我们公司经常合作的医院，给你预约个体检。我不去。干什么不去啊？你说一个人去体检多可怕呀！我真不是矫情，你摸摸我的小手，哇凉哇凉的。小鸡仔儿，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体检恐惧症吧？你看我这么健健康康的，万一检查出什么病，我后边的生活哀怨着等死啊！我可不愿意。你看你那小胆就这么大一点儿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不就一体检吗？姐陪你一块儿检。真的？啊，够劲味儿。体检费给报吗？哎呀，我都无家可归了，你还剥削我！再说了，我是不愿意去体检的，都是你逼我的。行了行了，我的小祖宗，我怕了你了，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。我现在给你打电话预约，一边儿去。月儿，这是真的吗？是啊，我也不想这是真的。怎么办啊？该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？哎，怀孕的是我，你干嘛比我还愁眉苦脸的？我说的就是你，又不是17、18岁小女孩了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中医世家出来的，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你自己怎么想的？到底生不生？别问了，我又没怀过孕，我哪知道？生还是不生，确实是个问题。你什么意见？我什么意见有什么用呢？你应该去问陈树峰，这事他必须要负责。为什么？我不要。什么不要？你都快30了，那毕竟是个小生命，你能怎么样？把他打掉啊？那生吧，生。我支持你生。就算男人没了，感情没了，可是孩子是无辜的，毕竟是个小生命。什么世界啊！我要是真的遇到一个真心爱我、疼我的好男人，生也就心甘情愿了。可偏偏遇到一个没良心的陈树峰。命，小鸡仔，这都是命。我的天儿，你怎么比我还悲观啊？没有啊，
你怎么了？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没事儿啊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也是啊，你就是超级无敌女金刚。我常常在想，就算是世界末日，你也能够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，是吧，女战士？家属有一起来吗？没有。这份胃肠 X 光的检查结果，我只能告诉你家属。医生是这样的，我爸早就去世了，我妈呢年纪也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不能再受任何刺激。我也没有其他亲人了，我就是我的家属，有什么话您就说吧。你看 ，X 光片显示，在幽门前窦部的后壁部分，我们发现了黏膜呈息肉状拱起，表面凹凸不平，已经有了糜烂状况，胃黏膜纹异常增粗，局限性胃壁僵硬，胃腔固定狭窄。医生，您别跟我说这些术语，有什么话，您能直接跟我说吗？于是我们做了胃液、血清和体液的分析，几乎可以确定。医生，您说吧，您放心，我特别坚强，我什么都看不出。是胃癌。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平时身体特别好，连感冒都不得。医生，我这次是陪我朋友来体检的，怎么能查出我是胃癌呢？根本不可能。医生，你再看看，那是我的吗？刘小姐，我知道这个事实很难面对，我们也是很慎重地分析了各项检查，才得出的这个结论。可是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。但是刘小姐，关于胃部癌细胞的侵犯情况，以及和周边的脏器关系有无切除可能，都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才知道情况。请你尽快住院。爸，你不是在天上看着我吗？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你不是说你会保佑我跟我妈吗？我知道，当年你走的时候一定会舍不得我们，可是你也不能这么自私，你不能因为想我，就要把我从我妈身边带走。要是我也走了，我妈该怎么办？爸，你一定要帮我，就帮我这一次，我求你了。喂，哎，在哪儿呢？西诺，我在外面呢。哦，我想跟你说，
我刚刚带杨艳去体检了，医院检查出来说她怀孕了。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情告诉陈淑芳，毕竟这个孩子是她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拜拜。陆总，什么事儿？我向您汇报一下项目近期的情况。最近出现了一个潜力板块，叫互六板块，引起了各家地产公司的注意。具体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北部新区放下来的一片地，由6个临近的小地块组成，现在有意思要打包一起往外出。整体面积看起来不大啊。是的。政府有意向周边规划大规模的住宅，成型之后，方圆5公里之内，将有接近10万人的居住容量。听起来倒挺适合做商业地产的。行，有时间我会仔细看看。那我先出去了。龙泉地产上海分公司成立以来，今天是我们骨干人员的第1次全体会议。这一天来之不易。刘太生前曾经交代过，大陆是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开发的市场。各位都是刘太的老臣子、老部下，无论是念及旧情也好，还是出于职责，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全心的投入上海的工作当中。当然，我呢会秉承刘太的遗愿，在钱的方面绝对不会亏待大家。肖董，您放心，我们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灰头土脸的回去。好，这句话挺提气。阿飞，刚才你提到的互六项目，无疑是我们一次扎根立足的好机会，而且看上去又很适合我们操作。你密切关注拍卖的消息，这次我们必须重拳出击，参与竞争。我一直关注着，不过也大概了解了一下，对这个项目有一项大小公司有几10家，竞争比较激烈，恐怕最后拍出来将会是个天价。阿飞，你就记住，我的态度就是，只要项目适合，哪怕破釜沉舟，我都要志在必得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好，今天的会就到这儿，散会。谢谢。心情还没缓过来呀？喂，我跟你喝酒就是想放松一下，喘口气，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关在门外，别提了。哎，对，你这么闲啊，找我喝酒。我找你有事儿。哦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对，你跟刘琳有新进展了。是关于你的。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我现在虱子多了不痒，完全是百折不挠，百毒不侵。真的？真的。洋洋怀孕了。什么？你还要我再说一次啊？不用了，不用。那等下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为什么这么突然呢？就今天，说是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你怎么想？淑峰，虽然离婚了，可是孩子还是你的。我知道，不过丁娟也怀孕了。丁娟也怀孕了，你可真行啊！那杨娜怎么办？你也不能不理啊。
我还能怎么办呢？你让我想一下吧。医生说丁娟她现在不能生气，她不能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准备委屈洋洋是吧？金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既然我哥都告诉你了，你不会装作不知道。我不是这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世峰哥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丁娟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洋洋怀的就不是吧？是，两个都是。哎，金谷，你不理解我的难处，你不要乱说话，可以吗？我乱讲话是吧？世峰哥，你希望我怎么理解你呢？举双手赞成，因为你现任妻子怀孕了，就让你前任妻子做妥协，是不是？行了，金谷，淑峰有他的难处，再说他也是个大人了，他的事你让他自己处理吧。哥，你怎么也不明白事理呢？你没听到意思吗？就是牺牲洋洋，保存现在的家庭吗？好，西诺，我看今天的气氛不适合聊天。谢谢你告诉我洋洋的事情，我走了。哥，把话说明白点。金谷，让开。哥，你光凭冲动能解决事情吗？我冲动是吧？他做的事就稳重。金谷，你别介意啊。金谷说话是冲动了点儿，但是他说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的。你好好想想。啊，两位慢走啊！啊，记得再来啊！好的，好的。好，哎，坐好，坐好。哟，我说丫头啊，今天怎么了？接二连三的，你看。对不起啊，李叔。你呀，一定有什么心事儿。我没有，李叔。还没呢，你看你前2天乐呵呵的，像吃了蜜糖一样，怎么突然又……要不这样，李叔啊，来给你讲个笑话啊？是不是又要讲你那个牛排碰牛排的故事啊？啊！我说你怎么来了？啊，灿灿叔，哎，您来了。哎，彪的福贵啊！哎，你也在呀？嗯，正好，我可一块向你们2个人告别了。告别啊！我得知道你回来也待不长。哎，这么说，这家里一切都还好了？当然了，一切都好。啊，我还帮助解决了一件棘手的事情。好了，这回啊，我可又回到环球之旅了。啊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风光。哎呀，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！哟，看把你美的是。哎，灿灿叔，一路顺风。Thank you。李叔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。拜拜。拜拜。灿灿叔。哎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彪姐夫，留步啊！到时候我就不送你了。好，一路平安。谢谢，Thank you。走了，拜拜。灿叔。啊？哎，你还没走啊？啊。我有点事儿，想跟您商量商量。什么事儿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带着你的妈妈去环球旅行？是的。啊，灿灿叔，拜托您了，您放心，所有的钱我都会给您的。啊 ，no， 这个无所谓啊。问题的关键是，哎，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
奇怪的想法。这个想法很奇怪吗？不是，其实我妈特别喜欢去旅行，可是以前总是怕太贵，怕花钱，所以我妈到现在为止都没去过什么地方。您说我是不是挺不孝的？没有啊，丫头，你别多想。问题是，我的环球之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。丫头，你真的舍得离开你的妈妈？就算舍不得离开她，可是我还是希望她每天都能过得开开心心的。其实我妈这辈子没过过什么好日子。好了，丫头，你灿灿叔就见不了这样。好，你灿灿叔答应你，好吗？谢谢。妈，看看你闺女我炒的菜，色香味儿，怎么样？啥意思啊？什么叫啥意思啊？以前都是你老照顾我，你不要以为我不会做菜，其实我会做。你看，做的多好。尝尝。没那么简单吧？怎么没那么简单呀？我就是想弥补你，要不然你老说我在家里白吃白住白拿，白眼狼。把你的嘴给你堵上，小老太太。林呀，跟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啥话想跟妈说呀？有啥话呀？没有啊。你比如说哈，你这辈子不嫁人了；比如说呢，你已经拿定主意了，啊，就这么跟妈过一辈子了，是不？啊？我跟你说，林呐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，妈不用你伺候。妈就是真心的呀，想让你找一好对象。你看人希诺多好啊，赶紧抓紧。你说你天天给妈做饭，能有啥用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给希诺和你未来的孩子做饭，那才是有志气呢。妈，哎。您说我以前是不是特别不懂事儿？没有，您不是为了我好啊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你说我都这么大的一个人了，还不想着自己早点结婚？对不起啊。这有什么呀？哎，其实我还真是认真的考虑过。我决定了啊。我一定在最快的时间内就把自己嫁出去。你高兴吗？高兴啊！林呀，你要没事儿，妈就放心了。啊，你说你早要这样，妈何苦跟你操那些心呢？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看我现在天天多好。是啊，你说你早这样，妈还操那么些心干啥呀？是不是？尝尝看。行。妈尝，谁呀？来了！哎呦，阿姨你好，你好，快请进。哎呀，这啥事儿都不进店都，说曹操就到了。希诺，今天是不是来看丈母娘了？啊？我想着呢。来。喂，买完了，已经在楼下了。洋洋，
想看到你。洋洋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哎，我来。真看不出来，手艺不错啊，适合居家。琳琳啊，注意态度啊！人家是客人，这是在咱们家，别让人下不来台，听没有？我跟你说，这女婿我可满意了。阿姨，哎，来，哎，别吃啊！妈，哎，您满意就好。当然，来，嗯。林呀，今儿你咋的了？咋有点反常啊？哪有反常啊？没有啊。亮亮，来，尝尝妈妈做的好不好吃？快乖。哎，洋呢？不等洋洋了？洋洋说他今天有事就不回来吃了。哦，那吃吧，啊，别客气啊。妈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说吧。你想去旅行吗？你来找我，是因为决定面对自己的责任了吗？对不起，洋洋，我现在很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知道有了孩子之后，我很想来看看你。